今天想聊聊住在大马很幸福这件事。在大马，幸福感有时会来自壮阔的山脉、原始的雨林、美丽的海滩和丰富的生物，那些让我们可以无限亲近的美好自然。幸福感有时会来自大马华人、印度裔、马来裔各大种族的文化多样性，包括饮食、宗教、节日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。幸福感还会来自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，能够以较少的经济压力享受更舒适的生活。而今天我想聊的住在大马的幸福感，其实更加偏向于字面意思的住，即在大马的住房。住在大马真的很幸福。其实在马来西亚可以选择的住房种类还蛮多的，从现代化的公寓、地屋到传统的马来屋、水上屋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找到合适的住所。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，其实选择更多的可能还是公寓。一方面，公寓通常都会有如门禁系统、保安人员或闭路电视监控这样的安全措施。其次，公寓也会提供游泳池、健身房、烧烤区等更为完善的设施服务。而公寓一般居住密集度比较高，在平时的社区活动时更容易接触到邻居们，让外国人更容易融入当地社区。这些都会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以安心感。而周围也有朋友在大马居住时间比较久了之后会转去地屋，因为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，本来需要租2间公寓的，其实换去1套地屋，可能租金和2套公寓也差不多，甚至还会更便宜，正好有机会体验另一种居住感受。大马拥有优越的自然风光，因此我们比较容易挑选到超美的公寓，比如站在阳台上看整座国家森林的，或是推开小区后门直接步入海滩的。而相对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带来的相对较低的租金水平和房价，让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屋子选择也变得不是那么遥不可及。相比其他国家，在这里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梦中情房。我们来大马6年，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，并没有频繁搬家，一共也就住了2个城市，吉隆坡和槟城，每个城市也就住过1个公寓。吉隆坡当时居住的是 Lanson Place 安邦路使馆区，现在已经拆除重建了。刚刚国际搬家搬到这里，我们也是各种满意。虽说有20多年的房龄，但是品相还不错。而且学校就在马路对面，有着绝对的地理位置优势。2梯2户，我们当时选的是2+1房型，1600方尺，竟然配了4个卫生间，感觉突然之间实现了卫生间自由。游泳池、健身房、网球场、烧烤区的设施配置也是我们第一次感受，觉得非常惊艳。当时这个小区还有一点蛮特别的，就是它不是个人房东，是个管理公司。我们是和管理公司签的约，好处就是有任何维修问题直接找管理部，对应很及时。房间里的电器除了电视机全套配齐，最让朋友们震惊的是，烤箱坏了，管理部直接免费送了一台全新的。不过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向管理公司租借房屋的缺点，就是水电费都是按照商业计数，所以特别贵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我们在吉隆坡居住的2年都是美好的记忆，因为居住的是安邦路使馆区，整个区域内星罗棋布了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新加坡、瑞士、韩国、沙特、卡塔尔等各国领馆，或是跨国企业和银行的总部，感觉安全系数特别高。旁边交通也比较方便，就算不开车，300或303路公交车也可以10分钟内直达 KLCC 双子塔。有步行可达的诊所、学校、医院，日常生活非常方便。
所以今年年初，当 Lanson Place 被拆到就剩一栋楼时，我们还特意开回吉隆坡搞了一波回忆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，就是大马浓郁的热带风情，配上小区内那一抹清澈荡漾的池水，关键还没有什么人扎堆游泳，就好像特别容易给人一种豪宅的感觉。记得当年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评价 Lanson Place 的。而其实在马来西亚，公寓年份久了之后，房价和租金也会随之下跌，所以像Lanson这种估计也只能算是20多年前的豪宅了吧。毕竟走近了看，设施老旧的问题会比较明显。而 Sky 知道我们对这个区域的特殊感情，上次还带我们去看了一圈周边的特色小区，比如说这个18 Mage， 距离 Lanson Place 步行5分钟的距离，日式风情，楼并不高，10层而已。一路向前，入口处大大的木框线条门廊，随处可见的木艺格栅屏风，还有矮矮的园艺、圆圆的石头和小小的喷泉，营造出静谧而生动的日本庭院小景，让人感受到夏日里的一丝宁静。因为位于使馆区，不太能建高层住宅，所以车库也与一般的高层公寓不同，是地下3层车库。顶楼是设施层，一共10层的公寓楼，仅仅50户人家，却有超过10种户型的选择。我们现在去的是 Type B 房型，4人电梯到户，一出电梯门就是自己家的玄关区域，和做到屋顶的衣帽架。推开厚重的双开木门是超大的客厅，虽说是公寓，但足够高的层高和足够宽的开面，给人的感觉比一些地屋更加有别墅的感觉。整面墙落地的玻璃窗有足够的采光和通风。这是一个3+1的房型，3间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和阳台。主卧设计了步入式衣橱，浴室内有足够的空间分给了浴缸和冲淋，另外还配备了双洗面台。+1是用人房，也有自己的卫生间。Sky 告诉我，作为豪宅，这里是有2处与普通公寓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个是在进门处有一间 powder room， 其实就是方便客人使用的卫生间或是化妆室，面积比较小，没有浴室的功能。另外一个是用人房的区域，会有一扇 service door， 用以保护房屋的安全和各自的隐私。有了 Sky 的科普，我才第一次了解到，原来旧家 Lanson 客厅里那间一直认为缺少了淋浴功能的卫生间，其实也是一间 powder room。 不过因为它建造的年份比较久远，就不会像18 Mage 这样有厨房间的干湿分离，这是和客厅连接的干厨房，而湿厨房则与用人房 yard 连在一起，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工作区域。过道这里的砖墙用大面积的木质格栅取代了，让在这儿工作的人也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。顶楼除了无边泳池、桑拿房，还专门设立了日式温泉区域。想象一下，月明星稀的晚上，一边泡着温泉，一边看着吉隆坡夜景，旁边是烛光点点，真的是很奢侈的享受了。像这样的大平层设计，感觉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。从这里可以步行6分钟到 CFO 国际学校，去吉隆坡国际学校的话稍远点，大概需要步行25分钟了。这套房子全装修的话360万令吉，空屋子是315万令吉。离开了18 Mage， Sky 索性再带我们去参观了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屋子 The Oval。 它位于吉隆坡 KLCC 最核心的地段，紧邻 KLCC 公园，步行去双子塔14分钟，步行去百威年也只要20分钟，交通便利，门口就是 MRT 站，隔着街道正对面是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开发局的办公大厦。 Sky 开玩笑说，住在 Oval 就像和财神爷做邻居。 The Oval 分 West 和 East 2栋楼，最高40层，整栋楼的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，都是椭圆形的。设计考虑到私密性，电梯上没有设按键，直接刷卡上楼。
电梯设置了两边开门，以确保专梯到户，而且是比较少见的2梯1户。走出电梯也就到家了。专属的电梯厅被做成了大大的玄关。OVO 其实有2种房型选择，一种是位于33楼以上高区，横跨整个楼层7600方尺的超级大平层。之所以说它是超级，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间，我已经觉得称得上是超级大平层了，因为它也占据了半个楼层，有3750方尺，比刚刚看的18 Mage 大了1000多方尺。一进门就被这自家的健身房吸引到了，无与伦比的视野、极佳的光线与通风都融合在这一圈椭圆形弧度的落地玻璃窗里了。当然，这方天地如果设计成书房或是会客室，也是一样的让人心动。接着往里走，虽然面积这么大，但其实也是一个3+1房型，所以其他的生活区域就显得特别宽敞。客厅区域设置了大大的电视墙，餐厅旁边是超大的开放式厨房，还有吧台和酒柜。多区域的划分和空间的延展，让我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节奏。突然想起了 Sky 说的豪宅必备 Powder Room 和 Service Door， 找了一圈，果然都有。和18 Mage 一样的是，3间房间也都有自己的阳台和卫生间。当然，佣人房也有自己的卫生间，而这里的主人房则拥有更好的风景。拉开窗帘是180度的环绕式景观阳台，而即使泡在浴缸里，也能静静地感受窗外的浮光掠影。如此美好的住宅， Sky 却建议买半装修的空屋子，因为价格只要390万令吉，比全装修的屋子要便宜150万。其实这样的半装修屋子包含的东西也不少，厨房和卫生间与全装修房差异不大，特别是厨房完成度很高，基本上完全一样，预制了博士品牌的双开门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灶，还配备了空调、电风扇、窗帘、橱柜。这样说起来，如果不嫌装修麻烦，喜欢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避风港的话，选择半装修房倒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样的价钱能住在世界级大都市的黄金地段，真的可以说是相当良心价格了。不仅仅是吉隆坡，住在槟城一样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幸福感。我们目前住的房子 Tamarin 就不再赘述了。总之，它基本上满足了我们对住房的所有需求。而之后，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，对房间数量需求的增加，有可能对类似于 Fringy Residence 2 这样的大平层房型会更加关注吧。又或是有楼梯、有院子的地屋，这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梦中情房，在神奇的马来西亚，似乎努力一下，也都是有可能梦想成真的。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